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两台电脑。这台是我2019年的 MacBook Pro 16寸 Intel 的版本，这台是我新买的 M1 Mac Mini， 这台要价台币大概13万左右，而这台512GB 的只要台币2万6，它们价差大概有5倍左右。5倍的电脑有5倍的差距吗？这台 Intel 那么贵的电脑能够飞起来吗？或是有更多更厉害的功能吗？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这两台的风扇噪音。这台 MacBook Pro 16寸呢，在我这2年半的使用过程当中，它风扇一直都是狂转的状态。不管我平常的上网写文件，用 VS Code 写一点 code， 它都是风扇狂转的状况，非常的吵又非常的热，让我十分的困扰。我有对它做一些改装，比如说像是加 MOF 支撑起来，让它散热改善，但是都没什么用，因为 Intel 的14奈米就是烂。非常热，然后一直狂转。本身苹果在设计这台电脑的时候，它的电源晶片散热也有一些问题，导致它会降频，很容易会卡顿，重度使用的体验是非常差的。疫情期间，我在教课的时候，同时开屏幕录影和 OBS， 就会造成它完全的卡顿，没有办法使用。而这台 M1 的 Mac Mini， 它在重度的使用，甚至是在影片输出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没有噪音的。非常安静，非常的凉，也十分的省冷气。接下来我要来说说萤幕输出的部分。MacBook Pro 呢，它是4个 Type C 的接口，没有 HDMI， 它需要使用专门的 Type C 转 HDMI 的转接，才可以输出 4K 60帧的影像。但是如果你要输出 4K 60帧的 HDR 影像的话，你必须要交 Apple Tax， 必须要买它原厂的 HDMI 的这个转接器，就蛮贵的，要2000多块，才有办法使用4K 60帧 HDR 的影像。然而，我最近买了 LG 的 OLED C1 55寸，它是一台4K 120Hz 的萤幕。如果都可以输出4K 60Hz， 我可不可以输出2K 120Hz？ 答案是可以的，用这个是可以输出2K 120Hz， 但是它没有 HDR 的影像。接着我们说说这台新的 M1 Mac Mini， 它可不可以输出4K 60帧 HDR 呢？它可以的，它只要使用它内建的 HDMI， 就可以输出4K 60帧 HDR。同时，你在软体里面去转换，也可以使用2K 120Hz 的 HDR。然而，这两台电脑的问题都是，它们都只有 HDMI 2.0， 而不是最新的 HDMI 2.1。所以在使用我那一台新的 LG C1 的电视的时候，这两台 Mac 都没有办法支援4K 120Hz 的 HDR， 十分的可惜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剪映的剪辑体验。这台电脑呢，相对于2016到2018的 MacBook Pro 15寸、16寸的笔电来说，它播放4K 的影像算是蛮顺的。但是当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呢，我要去切影片一个一个点，它在拉动的时候，它都会晚几毫秒，让我在抓声音，比如说要去除我的一些赘字，但是然后好的等等这些赘字的时候，因为它会晚个几个毫秒，所以我就很难去把这些赘字抓出来。剪辑的时候呢是可以剪，但是剪辑起来就是有时候会顿一下。剪起来没有那么开心。我非常希望这台电脑可以再顺一点。更新了新的系统 Monterey 以后呢，它有变得更顺，还是没有到让我非常开心的这种程度。在输出的时候呢，这台 Mac 会非常的热，它的风扇会狂转，电源管理晶片会过热，所以它 CPU 降频，电脑会变得非常的卡，导致我在输出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台电脑。我只能到一旁休息来使用我的 iPad。这台 M1 的 Mac Mini， 它在剪辑的时候流畅度都比这一台13万的 MacBook Pro Intel 版本的还要顺，剪辑起来真的会很开心。Nice。它的输出速度没有说到非常快，比这一台 MacBook 还要再慢一点。8G 的记忆体会被剪映吃光，所以要用剪映的话，最好建议你至少要有16G， 32G 是比较保险，不会用到刷分。但是因为 Mac 的记忆体非常贵，所以我现在剪辑用这台呢，就是让它去吃刷。以这个价钱来讲，这一台 M1 的 Mac Mini 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。但只是说它现在2万6的价钱，如果我们可以买8G 256，甚至是苹果的官方
单机，大概18000左右，这台机器就会非常的香。接下来我来分享我非常纠结的一些点。这台 MacBook Pro 16寸呢，在2019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值得买的。我原本是使用2013年的 MacBook Pro 13寸，这台电脑已经用了6年左右，我一直看到2016、2017、2018，苹果的大的笔电都翻车的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一直等到2019年，它终于出了比较好的键盘 ESC 键，显示卡是使用 AMD 台积电7奈米的显示卡，当时我觉得是非常的赞，输出时间也是当时非常快 ，Final Cut 的输出时间是非常快，非常好的一台机器。只是我没有想到说，在1年里面，苹果推出了 M1 的晶片，台积电5奈米的晶片，也就是 M1 的提升有那么大啊，真香！一台2万多块的电脑，居然可以打爆一台13万的电脑，居然可以那么的顺，这就让我非常纠结，说我到底要不要把这台直接淘汰掉？如果我现在直接淘汰掉的话，它可能二手价钱剩下3万块左右，势必我就要在2年内损失10万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还是我要继续去使用它，在我的计划去使用它5-6年。这就是我使用这2台机器的一些心得，到底要使用它还是使用它？它们有各自的优点，像这台16寸就是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我如果要再升级的话，我势必就还要再花10万块升级成 M1 Max， 2年我就要花10万块。而这台它需要外接萤幕，它需要买触控板，它需要外接的键盘，但是它便宜啊。它很快的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我要去上班，或是我要去其他地方的话，这台我就要把它全部都拔掉，然后把这台电脑带到当地，我要找电源，我要找很多的东西，我才能使用它。那这就是我简单这2台电脑的分享。听 MacBook 起飞的声音 ，M1 Mac Mini 的噪音，它几乎没有噪音吧？风扇基本上是没什么在转的，哇！